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少康战情室。我们现在介绍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从我右手边开始。第一位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以及前立法委员陈婉慧，还有资深媒体人蓝轩。再来介绍是我左手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洪孟凯，以及桃园市议员林涛，还有资深媒体人唐湘龙。好，首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在这个联合利剑 B 的军演之后，那美方这边的态度其实蛮多人关切的，特别是现在正在美国大选之前，有蛮多的专访呢，其实也都会就这个问题来就问这一些候选人。那这一位民主党的候选人是现任他们的副总统贺锦丽有所回应了。这一次接受的呢是福斯电台的专访，那里面当然有蛮多的问题，因为双方的这个政治立场比较不一样，所以问的比较尖锐一些些，来听他怎么回应。解放军近期环台军演，随着美国大选逼近，台湾议题也成为两党候选人的竞选难题。对此，副总统贺锦丽也回应了。Let me restate the point I've made many times. I believe in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I believe that Taiwan has the right to defend itself. 事实上，贺锦丽鲜少谈到台湾。上一次是在这个月7号，当时他同样表态台湾有权自卫。但至于美国是否会出兵保台，贺锦丽却说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对手川普日前也被问到相同问题。Well, the reason they're doing it now is they're not going to do it afterwards. Okay, it's so they're doing it now. 但大陆学者认为，无论白宫由谁当主，对北京来说不会有明显差异，因为美国两党大致都对大陆采取强硬路线。好，其实呢，贺锦丽先前已经对这方面的问题有过多所回应，但每一次你听到的都会是一样的。我说过很多次的，我相信一中政策，我也相信台湾有自我防卫的权利。与此同时呢，五角大厦这边的官员就告诉你了，我们当然支持啊，那也要请台湾的立法院要支持国防预算。所以回过头来就是他们没有改变，那台湾这边呢，某些层面也要自立自强。我想要请教一下湘龙哥，你怎么样来看美国这边的立场？大家听起来都觉得都一样，但是问题是，对于是否台湾有问题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就是不愿意把话说明白。不管在政策上面，或者是在军事的战术上面，我觉得美国去谈用军力保护台湾都是多余的。在一中政策的概念下面，而一中政策成为全球的主流政策，几乎没有什么杂音。除了美国的少数的几个投票部队以外，在联合国体系下面的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那个中国，你可以加引号，你可以去定义那个中国是什么。可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点是国际共识。那在这个原则下面呢，如果是基于一中概念下面所寻求的统一，没有任何外力介入的可能性。不要说呢，你的对手之一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它不会在联合国里面形成集体性的意见，不可能。就是那个呢，否决权摆在那里。第二个，以今天呢，中国在全世界的普遍的这种的关系来讲，台湾除了少部分呢，对于要去基于反中的意识，或者在台湾有重大利益，会采取军事行动的，像是美国或者日本的这些的国家，他会想，但是他办不到。办不到，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一中原则摆在那个地方，他除非公然的要跟国际法，同时要把整个的全球体系呢进行深度的撕裂，大家各有需求。在目前的国际架构下面，美国需要中国在中东、在俄乌、在许多的地缘问题当中呢，需要中国的配合。同样的，中国在乎的呢，就是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里面，只有中国没有完成国家统一这件事情，是他念兹在兹的。联合国体系下面的5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的国家仍然是分裂的。所以在台湾，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基准点，你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第二个，在战术上面，刚结束的围岛的军演已经告诉你，不管你美国跟日本，你认为你动作有多快，不管你要如何去跟台湾的某些深绿的支持者的灌迷汤，觉得只要一开战的时候，美国日本很快就会军援台湾，没有那种可能性。他的围岛军演早上5点钟宣布的时候，你国安会议还没有开，他已经完成了
整个岛的军事的部署。当你认为它会持续很久，它6点钟就打卡下班了，所以它的所有的动作都会比你美国所有的军事动员要来得快。这一次的围岛的军演就是告诉你，它有办法做系统性的冷启动，在整个的部队的调动上面来讲，早上5点宣布8点钟以前全部到位，除非你今天呢，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美国的朋友圈，尤其台湾以为日本会，不要说是不是识破帽。以今天的日本来讲呢，3个小时之内呢，它的围岛完成，连与那国水道，连台湾的东部的水域全部都完成封锁。这种的态势，这次的军演不是给台湾看的，是给美国跟日本看的。更不要说之前的东风331的 AG 的导弹的试射，那个一发入魂的导弹打完了之后呢，对于台湾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其实强权国家之间已经定调了。台湾面对到自己未来的命运的时候，应该务实一点。好，其实呢，在台湾线下的状况是什么？线下状况呢，是大家看完之后，这个美国这边 AIT 的古立言讲说呢，其实他也认为啦，为什么中方会以军演来回应呢？他觉得赖清德的这个演讲呢，基本上是很克制的啊。那在跟先前来说的话呢，也都是风格是有类似的延续性，所以他很遗憾中方是以军演来做回应。那当然，中方的立场呢，就是刚刚这个湘龙哥特别提到的，他认为这个是台湾问题。与此同时呢，这个是 Political 15号的报道说，蔡英文这一次呢，其实本来好像也有说要去美国这边来做访问。好了，可是后来呢，时间点是一个问号，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去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选举。那特别呢是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会掀起波澜。所以说呢，可能用一介平民的身份造访美国，而且时间点会是在美选之后。那甚至呢还有进一步的爆料说，可能会跟总统当选人来见面。我想请教兰姐，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连串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我们去理解这个中美台之间的一些目前最新的一个动态了。那我想这个在美选之前的话呢，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国的对台中国的对台军演，它的时间来得非常的闪电式的啊，其实相当程度的，除了这个某个程度像刚刚湘龙说的对美对这个日进行相关的警告啦、恫吓等等之外，然后呢对于这个赖清德的谈话之外，我觉得相当的程度也是克制，就是说它13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对于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到底呢是不是可以接受呢？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他必须要替台湾出来说啊，你怎么可以这个对台军演呢？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于赖清德的言论是不是真的满意？那我觉得这个从目前看起来的这个有关于释放出来蔡英文要访美这个事情，我觉得中间就有非常微妙的一些竞合关系哦。因为我觉得像今天我就看到一些相关的媒体在报道说，可能包括在野党都说啊，那个什么为什么这个。等于是蔡英文卸任之后就可以去美国出访，然后呢，马英九卸任之后的话呢，好像这个祖3祖4的祖3男4的，但我觉得重点其实有点画错了。我觉得重点在于说呢，今天有关于蔡英文要去美国访问这个讯息，第一个由美国方面去释放。是第二个的话呢，其实赖清德一直从7月，你去回过头去查，7月的那个时候就已经传出来呢，外交部长的这个林佳龙希望安排赖清德出访。在过去的话，不管是蔡英文也好，不管是呢马英九也好，他大概都在就任之后的100天之内，大概都完成了出访的工作，顺便过境美国。那当然重点都在过境美国，但是你看赖清德已经到11月份了，他还没有，而且先前其实是事实上是试图要安排的，但显然的给他的一个过境的城市其实很不理想。那所以呢，到最后呢，赖清德也摸摸鼻子哦，问他都说啊，我现在没有出访的行程。所以其实某个程度来说，其实反映出来的是，美国对于中国虽然他还是必须要是以台湾为筹码，但他对于台湾在我们看到先后任之间，他其实态度很不一样。所以呢，到底美国对于赖清德信不信任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这次的重点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等于是蔡英文访美的讯息先被放出来，而不是赖清德要去过境美国，这个就已经够特别了哦。那但是呢，就在这个时间点上，我是认为对于蔡英文访美来说是一定选后的啦。选前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去这个时候去惹这个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需要有一些回应。那好不容易呢，在赖清德的
国庆演说当中，彼此之间都已经相互节制了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方面的话，我就不需要去特别去谈他说啊，蔡英文会不会在这个之前去？我觉得几率不高，而且我们要去见，当然见一个新当选的总统嘛，对不对？如果说有机会，应该讲不是总统，就是一个他们的一个新的国务院的一些官员，那不需要在这个目前那么的混乱、那么蒙昧的一个状态底下，又要去惹恼整个的局势，然后可能又没有办法接到关键的人。但重点在于说，就在这个时间点上，突然又放出来说赖清德要去了，是今天的消息。我想说。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更微妙了。就是美国对台湾来说，他显然的对于赖清德某个程度并不是那么的信任，而且他宁愿信任蔡英文。但反过来说呢，其实赖清德也感觉到了。所以呢，消息方面的话，就不断的觉得好像有竞合关系。记不记得当这个蔡英文他要去出访欧洲的时候？很快的赖清德就跳出来说，这是我指派他去的，不是他自己受邀去的。我们从上台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说呢，他啦，萧美琴啦，各自可以呢，这个我们要这个怎么讲，就是分进合集，各自扮演角色，好像就是企图的想要让大家很相信一切的事情对他的掌握当中，而不是美国对他有任何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看起来有点琐琐碎碎，或者有点反反复复，就是听起来有点绕，但是重点在于说。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就是说，目前台湾如果说我们的局势是压在一个美国对我们的信任上面，但是因为赖清德的一些言论不管他这个言论本身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政党然后或者政权的延续，或者为了下一次的选举，总而言之，他经常走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擦边球。相较于蔡英文呢，我不是说相较于国民党，相较于蔡英文都这个样子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美台关系对中美台关系来说，到底是福是祸，而且到最后是成就了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微妙，但也非常的重要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目前看看吧，我觉得其实访美这个事情会是一个相当程度的指标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它其实相当程度挺台湾，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当然了，因为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关系，他也敏感啦，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有点天时地利人和都有点没有办法尽如他意啦。但是这个部分当中，相当程度的人和所谓的人不和这个部分，事实上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在选前的时候，当然那3个字依赖论那个时候讲，现在又再一次被拿出来，就重新再检视一下当时那个时空环境背景。我们现在要如何来看这件事情？而且其实也必须说到，那个7月底、8月底那个时候，他一直说目前没有这个规划，但传出的城市是夏威夷，然后大家就会讲说是受挫，然后他就说没有，我没有要去。但今天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又传出来？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务院也讲了，民间交流有先例，蔡英文应该可以先去打头阵，那后续可能赖清德可以再接续吗？这个就大家有非常多的想法跟讲法，在谈论台美中关系的时候会和在一起来，纵观来看，请教两军。我觉得现在大家就一直在讲说，那到底卸任元首访美啊等等的这些行程，其实还是回到说，现在当然大家一直在关心说，接下来美国新选出来的总统到底对台湾的态度是什么？但其实我认为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其实从过去这几年下来美中关系的这个局势其实已经是蛮明朗的，而且再加上整个国际社会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个防卫心其实也都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并不会有太过于巨大的改变那现在就是说，在整个接下来就是中国他们接下来会不会采取更强硬的包含军事手段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当然以在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来讲话，我们当然要采取自我防卫的立场。那同样的，以美国政府来说的话，那当然他不管是依照这个他自己所定的台湾关系法，或者是所谓6大保证，那他这里面当然也提到说，台湾他们也愿意来去协助所谓的军事防卫。所以我认为贺锦丽在这个受访的时候所讲出的这些内容，跟过去并没有所谓太大的改变。那当然，台湾也不能完全的依赖美国，所以为什么这几年下来，我们必须要采取国防自主，甚至提升全民国防？这也是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总有一天还是必须要把自己的军备整个建立起来，以及全民的这个防卫的意识提升，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不过呢，如果说真的要讲到国防的话，联合利剑 B 才刚刚结束，现在呢，我们的国安局还有我们的国防部长都告诉我们，联合利剑 C 我们可能要小心了，到底怎么看？等等回来继续说。
好，我们刚刚讲到联合利剑 B 这样子的一个演习，它呢是在国庆的文告之后，大家一直在想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前一天呢，人家还在网络上面、微博上面打卡，说今天呢周末啊，早一点洗洗睡，隔天要早起打卡上班。人家5点钟宣布，8点钟到位。你以为他会有好几天的时候，突然他打卡下班了，这代表了什么东西？特别的是这一次的这个联合演习，它基本上呢是全挂载、全弹量，而且是全油量。某些层面上面，他想要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演练？这一些都必须要希望我们的国安单位、我们的军事专家能够来告诉我们，特别是国防部。好，现在呢，国安局告诉我们，在 B 之后不排除有联合利剑 C 的演习。那美方呢，他们的前官员表示说，其实他是已经发出了一个政治性的讯号了。那就在这边，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孟凯，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在立法院里面，郭立雄面对这一些的问题，他没有很具体的回复，他只说料敌从宽。那人家如果是一直这样演习，我们消耗量会很大，怎么办？他会说一切都会有应对的方案。轻描淡写，但是实际上该面对的问题还是要面对。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其实已经中共军演了4次，尤其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军演了2次。我们很怕变成是温水煮青蛙，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居然这一次还有一些网络上的侧翼酸民在讲说，哈，不到1天就结束了，你看他们撑不了那么久了，哇，这个是台湾的阿 Q 胜利法。但是这一些侧翼酸民的这样的一个讲法，其实某种程度上凸显的是无知。为什么？因为到底他的演习演练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这一定是要料敌从严，而且还有就是每一次的演习，其实看起来好像都有一些他们的目的性。那我们其实更关心、更在乎的，我当然知道国安局会讲说，有可能有联合利剑 C 啊，那A B C D E F G， 它顺序是这样排下去啊。但重点是我们国人以及大家想要了解的是说，我们针对它的一些演习演练，我们有什么样反制作为跟因应办法？我想这才是需要的。你不用告诉我们没关系，因为你要让大家，但是你要安大家的心。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拿出具体的办法？还有更重要的是，不要在乎衡量说那个时间到底长短，因为真的开战只要一瞬间。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防止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以及避免这样的一个开战。上一段节目谈到，这美方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强硬，没有错啊。2党候选人现在对于抗中都算是一个主旋律啊。可是不要忘记啊，现在美国大选也不希望节外生枝，因为不到20天啊。而所谓的蔡英文总统的访美啊，虽然我们都讲是说他是中华民国前元首，只要以中华民国前元首的身份能够去任何国家出访，我想我们没有反对，而且我们都乐观其成。可是媒体也有报道啊，就讲是说蔡英文访美在美选之前可能性比较低，为什么？因为虽然美国2党都想要借蔡来访凸显抗中的形象，但相对的也会担心台湾问题影响选情。那这一句评论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讲是说，其实访美蔡英文也好，访美，或者说如果有机会赖清德总统要过境美国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用来去强化抗中的一个状况，所以抗中才是他们想要凸显的一个形象，而借由蔡英文、借由赖清德来去传达这样的形象。那我们要问自己啊，如果哪一天美中突然间和好了，那我们会不会变成由原本的现在很这个想要拉近、想要靠拢的，突然有一天变成是里外不是人？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最深切的部分，我真的还是希望，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主张论述，以及我们的自己的核心价值。那尤其是像过去国防部还有人讲是说，哇，立法院一定要支持啊，我们要支持国防部的这些武器等等，我们都支持啊。但重点是我绝对反对，跟我绝对没有办法接受是有人利用发武器财、发国难财，在军购的时候可以有这种掮客上下其手，这种东西能够接受吗？无论是哪一个政府执政的时候，这样的状况我们之前是没有能力去掌握，而现在即便是美方那边告诉我们了，我之前在外交国防委员会质询顾立雄部长的时候，顾部长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实际的答案啊。也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是强调2350人的利益不能由任何人来决定，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的主张，跟我们自己捍卫自己的国家价值。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方向。好，其实呢，先前我们的海军司令唐怀告诉我们，他《经济学人》上面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蟒蛇策略。那你看看这几次，从 A、B 到目前为止，从2022年8月的那一次，不就是一次一次越来越近嘛？而且呢，现在你发现了，他的辽宁舰一开来我们的东部之后，我们本来的保存战力
台东、花莲这些基地，不是也全部空军就飞不起来了吗？所以呢，蔡明燕告诉我们说，这个国际间高度谴责啊，还甚至讲说呢，各国就会开始认知到说，我们台湾呢其实也更重要哦，台湾也要更看清楚他们对台政策的本质。但问题来了，除此之外，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战略性思考？我们能不能够直接告诉我们，除了应对之道之外，实际的策略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感受就是什么？我们现在感受就是，我们连他到底出应变区了没？他到底有进来多近到哪里？其实国防部这边他的讯息都是相对保留的。很多时候他说不要让大家太烦恼啦，可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也很烦恼啊。对，基本上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顾立雄出来讲说有应对之道，基本上他的应对之道就是讲出有应对之道这一句话。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内容，然后现在还在作文比赛。当然，国际上当然会高度谴责联合利剑，可是重点是我们的准备之道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推敲，如果有今天2024C，那它会在什么时候？看起来最后2个月就只有一个时间点叫行宪纪念日，比较有可能是擦枪走火的时候，因为你看这个2024C 会不会组成有2个因素？第一个，2024A 跟 B 叠成之后，它针对这个数位战跟针对整个灰色作战，它有没有需要补强跟演练的？第二个，有没有让它找到借口，让它再实行2024C？我觉得最后的关键是我们讲圣诞节或行宪纪念日这个时间点，不是出访就是了，对，就这边要注意，而且重点是这一个时间点是刚好美选也是结束了，所以他会不会借此针对美国大选的结果再一次文攻武吓？我觉得要关注哦。再来，我必须讲哦，其实前一段在讲说蔡英文总统出访，说真的，你去罗浮宫、去法国，接下来去英国、去美国，都是喝代志，就是去宣传中华民国嘛。可是你自己看哦，我觉得评论还是要回到核心哦。他的出访美国的讯息是来自一个美国的杂志叫 Political 里面写什么？他写说呢，他不见得是在选前或选后去，但是呢，他去之后一定会影响这个红色跟蓝色这些参众议员争相的要去跟他合照，然后呢，这个选举的人也会争相的要把他当抗中保台。你有他伟大？不可能吧？这个讯息出来，你看现在，刚才蓝轩姐在讲说谁得利，看起来整件事情得利的就是蔡英文啊，真的是蔡英文，因为他把自己塑造很重要嘛。美国会在选前能够去挑衅中共，在联合利剑之后，然后去影响整个拜登对整个美中台稳健吗？不可能嘛！这个讯息是从哪里出来？是不是从你蔡英文阵营或是相关的关公司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这牵扯到什么？你看哦，美国不具名的官员针对他要出访是讲了2件事情。他讲第一件事情是没什么好证实的，要讲的时候要申请再说，没什么好。你看到那个口气就是，干嘛现在去找这个问题嘞？第二个，他跟他讲说，在整个的过程，他就是一介平民来参访。你觉得蔡英文总统听到这个不具名官员会觉得，我至少一个现任元首吧，你给个尊重，怎么会是一介平民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新闻，感觉好像是他自己操作出来的。我质疑呀。不然怎么会人家是这样回你呢？如果你有 say 好的话，应该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呢，年底真的是很精彩。美国大选结束之后，马上要看蔡总统到底会反美，然后他的格局是什么。第3个就是赖清德总统如果有过境美国，他的过境的点的安排会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在美国大选之后跟联合利剑 A、B 之后最重要的美中互动的安排。好，联合利剑 A、B 之后，今天在立法院被问到的就是呢，如果说真的有出访啊，或者是任何的过境等等，会不会有 C？ 然后呢，他们就讲说，我们一切呢料敌从宽，没有办法现在回应那种假设性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就不用假设了，这个就是呢在A 跟 B 都有出现的，就是呢，他们的海警这一次呢，其实都有加入。那大家就开始在问，那我们要怎么办？蔡明燕的讲法就是说呢，这个就出现了小型登陆舰啊，他们其实是在练这个航渡啊。另一个部分呢，我们的海巡这边告诉我们，哇，他们万吨级。大又不一定有用，我们这边有那么多浅滩、浅礁，对不对？我们可以用数量上面来赢。这个婉慧姐，我听起来也觉得她逻辑上面有问题，数量上我们是会赢你。我先讲个辜立雄哦，今天去立法院，他在进入这个国防委员会之前呢，照例他就在外面先接受媒体的采访哦。那我先讲一下他在采访的时候，我观察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旁边呢有一位官员，从头到尾都护在他的后面，好，那贴得非常近。看
看起来像在保护，但是呢，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2件事情的露馅。刚刚提到那个媒体问到这个应变区的范围的问题的时候，先问他，他要讲说是从102年开始，这个他讲不出来，后面那个人先帮他补102年哦。如果大家仔细看，那再过一会之后呢，大家问到具体，就是说，那我们这个部长，我们应变区的范围大概是多少的时候，那个人马上跳出来，比他更早告诉他说，这个不能具体说明啊，所以回来讲，刚刚几位来宾提到，我对于顾部长整体的这个对于我们目前的相关的一个掌握的程度，我其实是蛮担心的哈，就是尤其是讲一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相关的质询里面，我看巧芯也问了他一些问题，他从头到尾都是请另外一位院长出来回答，就是很多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回答，就是委员或是媒体所直接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啦。虽然他说他现在都有做充分的一个掌握，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我倒是想回来提一下，刚刚那个我们这个林涛提到，就是说蔡英文是这一次的得利者，你这样一讲之后，赖清德整个这个 sensor 都会竖起来这样子。大家如果仔细去观察，从赖清德上任之后，大家仔细去观察蔡英文相关的一个他相关的一个活动的安排，其实是非常谨慎的哈。因为这个赖清德上任之后的这个有关这个他的爱将哈，比如像郑文灿啊这些人就纷纷都出了事情。好，那就我所理解，就是蔡英文在安排相关的活动上是相当的一个谨慎的哈。那这个今天当然辜立雄说他没有办法这个证实我们的这个赖总统到底有没有要出访嘛，好，但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过了这个几个月之后呢，他现在在这个欧洲在参访当中，我看到在法国好像这个所有的这个参议员们也都很热烈表现出非常的热烈这样。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说，在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里面，蔡英文当然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前总统，所以又是民进党刚退下来，他当然可以扮演一定的一个外交角色，但是以赖清德的这个他的这个个性来说，我觉得他还是会非常小心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我觉得他一定希望自己可以亲自的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做相关的一个参访。所以我觉得后续还可以做一些观察啦。因为像美国现在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现在我看他们对于台湾的问题其实还是都非常谨慎的一个来回答，因为他们两边的民调确实是咬得非常的近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要等到，就像刚刚林涛讲，我觉得要到11月份，就是美国总统大选选完之后，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观察。所以虽然是前后任，虽然他强调的是蔡归赖会随，但是看起来呢，对于美方来说，蔡跟赖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先进广告。